上一回我们说到黛玉与宝玉的婚事曲折起伏，没有定论，相应的，林家的家产也就含含糊糊的一直挂在那儿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除了第25回里王熙凤说漏嘴外，荣国府中谁也没和黛玉谈到家产问题。除不懂事的雪雁之外，黛玉身边已无林家的旧人，她寄居在荣国府，许多事是不方便说，也不方便问的。而且联手对她不提林家财产的力量，是整个贾府的上层，包括她的靠山贾母。于是林黛玉在荣国府就处于一个极为奇特的地位，她是很有钱的人家的小姐，却似乎又是一无所有。她在第22回里还曾赌气地说自己是平民的丫头，无法和公侯的小姐史湘云相比。她为什么特地说自己是平民的丫头？她肯定知道自己父亲不但不是平民，而且家中的财富未必就亚于荣国府。这种自嘲正表现了黛玉的心病，她心里存有摆脱不开的阴影。随着年岁渐长，黛玉也开始慢慢的懂得俗物。在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，风雨西门至风雨词里，林黛玉与薛宝钗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，两人互诉衷肠。这时作者写道：黛玉道：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亲，又有哥哥，这里又有买卖地土，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，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，白住了这里，一因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无所有，吃穿用度一草一纸，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，那其小人岂有不多嫌的？宝钗笑道：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，如今也筹不到这里。黛玉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笑道：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，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，你反拿我取笑。这里的林黛玉竟然讨论起买卖、土地与房产来了，这又可能会使我们大吃一惊。她似乎与我们熟悉的林黛玉的形象不符，但仔细想想，长期处于贾府的特殊地位，黛玉在这方面的意识觉醒却是必然的。而且显然林黛玉对薛家的经济状况也有所了解，至于她生活于其中的荣国府，她的了解就更深入了。在第62回憨香云醉眠芍药阴，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，作者主要是写众人给宝玉祝寿的故事。午饭后，大家散开休息，黛玉和宝玉站在花下闲聊。当两人议到探春利用暂时治家的机会做了些改革时，曹雪芹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描写。黛玉道：要这样才好，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。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你们一算计，出的多进的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至后手不接。宝玉笑道：凭他怎么后手不接，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。黛玉听了，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。这段话看似平淡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忽略，可是仔细玩味，其中包含的内容其实极为丰富。曹雪芹不是说黛玉偶尔有空时才做此算计，而是说每常闲了，也就是常常当有空的时候的意思。我们当然不必理解为黛玉一有空时不去吟诗作画看书，而是在给荣国府算账，但荣国府收支状况不佳，却经常萦绕在他心头。这位超凡脱俗的女诗人每常闲了，竟然在给荣国府算账，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。而算账的结果是荣国府出的多进的少，即入不敷出，这和王熙凤在第55回里所说的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是一个意思。王熙凤在荣国府管理家务，收入与支出情况她心里当然清楚，可是林黛玉要得出的多进的少的结论，她必须得知道进有哪几项，数量是多少，而出又是哪几项，数量又各是多少。这位弱不禁风的小姐，哪怕是只知道大概的数字，也需的是平日细心观察才能获取有关信息，因为她并没有太多接触账目的机会。若再联系第26回里给潇湘馆众人发放月钱时，黛玉在一旁监看的细节，可以发现她确实对财务问题很是留心，故而作者称她心较比干多一窍。黛玉在荣国府有寄人篱下之感，但在潇湘馆，她需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威，亲自照看着发月钱是让潇湘馆的奴仆清楚这一点的方法之一，这同时也是黛玉经济意识的一种表现。曹雪芹一方面赋予黛玉轻易脱俗的诗人气质，另一方面又使她无法摆脱俗物，这无损于黛玉的形象。相反，作者是用相当精细的笔法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。很显然，只有将关于这些内容所透露的信息也考虑在内，我们对林黛玉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